说你一个臭小姐，在这给我嘚瑟什么？200会不会？啊，500会不会？我他妈全给你，会不会？他叫沈墨，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流氓此刻还没意识到，他惹了最不该惹的人。不是。你们这什么组合呀？这是还来一哑巴！我叫傅卫军，人们都调侃我带助听器的样子迷人，我却恨这双耳朵只是对摆设。父母双亡后，姐姐沈墨被大爷沈栋梁收养，而聋哑的我因残疾被抛弃。面对这不公的世界，我只能靠这双暴力的手解决问题。这天带小弟们吃饭，后来的摩托车被失主发现，失主直接带着一帮人冲进饭店。门口摩托车谁的？我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却被对方拦了下来。我他妈问你话呢，你他妈哑巴呀！操你妈谁老给你双方瞬间打成一片，我的头被酒瓶击中，兄弟也被按在地上围殴。我被迫走进厨房，拿着菜刀就要与对方同归于尽。你这车多少钱？不要了。我不是强盗，我有自己的规矩。从口袋里拿出100元大钞扔给了他。兄弟怎么称呼？他叫傅卫军儿。从此傅卫军的名号传遍了这个小城，手下的小弟也越来越多。可为了姐姐沈墨，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还拼命考上华林大学，就是为了能跟我团聚。他不想我误入歧途，靠在夜总会弹琴赚的钱帮自己开了家录像厅。也就是在这家夜总会，我喜欢上了一个陪酒女嫣红。最后3晚全让他包圆了。姐呀，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。后来他因为喝醉被好心的姐姐带到了家里，我怕他胃疼，给他买了馄饨。谢谢啊，我叫殷红，他听不见。他是极少数能用手语和我交流的人，这让我感受到罕见的尊重。我私下独自回味着他的感谢，光是想想就很开心。第二天看到他梳头发，我假装路过，漫不经心地偷看他。被他发现后，我毫不吝啬地夸奖他。曾经活在暴力阴影下的我，在他面前却展现出少有的温柔。他走后，我只能偷偷地和他打招呼。我既渴望被关注，又因残疾而自卑。之后我到夜总会门口等他，鼓起勇气将准备好的发卡送给他，小心翼翼地表达着自己的爱。看他有话要说，我特意把耳朵凑得很近。你挺好看的，但你除了好看也没啥了。我曾误以为我们之间存在某种默契，甚至幻想自己可能被接纳，可现实再次给了我一记重锤。后来一个港商向殷红打听我姐，他明知对方心怀不轨，但为了钱还是把沈墨约了出来，而我的录像厅也遭遇了变故。你就不能放一点那种片吗？这样片也得等9点后了，片都没黑透。我他妈是来看录像还是来看天的？我知道对方是来故意找茬，但为了姐姐的希望，我决定忍气吞声。然而他们显然没打算放过我，门外瞬间冲进那群之前被我打的混混。又见面了，哇！你不光哑巴，还他妈聋。对方人数太多，我们很快被打得满身是血。他用我兄弟的命威胁我，为了保住他，我只能跪地求饶。华冈不是你俩待的地儿，以后别来了。我拼命地喊叫，怒斥命运的不公。等姐姐拖着残破的身体回来时，录像厅里一片狼藉。这一刻，我们大概是世上最倒霉的人了吧？可灯灭的瞬间，我们决定开始复仇。倒霉的应该是他们。接着，沈墨把港商约了过来，我趁机砸破了汽车轮胎，本想兑出港商口中的80万远走高飞，可沈墨却失手杀了他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立马利用80万把殷红引诱过来，而当我回去后，殷红已经变成了一袋袋尸块。我看到姐姐变得狠厉麻木，已然没有了往日的光彩。然而在亲情与爱情之间，我会毫无保留地选择姐姐，但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完了。沈墨想对准殷红，我必须入局。我的人生已经这样了，可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没了我，他还有王阳陪着。我骑上摩托车，
拖着尸块在钢厂附近各个地点抛尸。警察通过尸块特征以及姐姐失踪的消息，就会自然而然地推断这些尸块是沈木，这样他就能光明正大从世界上消失，用殷红的身份活着。那最后的凶手只有我来做，才能让警察彻底结案。准备逃亡那天，我和姐姐在一家饺子店歇脚，这是我特意选的位置。我知道警察就在不远处的银行里守株待兔，吃着有着儿时味道的饺子。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去厨房偷吃，姐姐挡在我前面顶罪，被爸爸打了很久。这次轮到我挡在她前面替她顶罪了。我用手比划着让姐姐多笑笑，眷恋地看了她最后一眼，毅然决然地走向牢笼。我被身旁的2名警察强压着手臂走出银行，去往警车的这几步路，即使两旁的胳膊被拽得生疼，我也极力反抗着走得缓慢。没了助听器，我听不见周遭的任何音量，只扬起脸看向不远处人群里的姐姐。我努力挤出笑容，想让她不要担心，这边或许永远也不会再见了。从顶罪入狱到病死铁窗，我的一生困在漫长的秋日里，孤独又荒唐，只愿来生能走在阳光下，不再被这无尽的阴霾笼罩。